咖啡豆推荐3招教你选对咖啡豆。天然的最好，天生具有千香万味的优质咖啡豆更是如此。若你不想花钱、花时间购买，尝试不同咖啡豆，或是想挑选适合自己的咖啡豆，看这部影片就对了。你是入门新手吗？恭喜你，刚入门就看到这部影片，不会浪费钱。买到过期，有油耗味，酸或苦到无法接受。总之，真难喝的咖啡豆，若不是新手，而且喝咖啡多年不觉得美味，或是有冲煮咖啡习惯，却总觉得煮的不好喝，那么你更要看这部影片，快速检视买到不合自己口味的咖啡豆，问题出在哪里，立即停止浪费钱，成就健康。美味咖啡豆的条件就是优质生豆加新鲜烘焙。98%卖场里的咖啡豆都是使用劣质加过期的咖啡豆，而我买精品咖啡采用的咖啡生豆，皆是领有专业执照的杯测师细心筛选出的精品等级咖啡豆，而且我们只透过网络贩售接单才烘焙，让你喝得安心。我们的生豆采购管道特殊且多元，绝不是你同时间会在好几间咖啡店看到的相同品项。不想当 me too 吗？想品尝特殊风味咖啡豆吗？立即点击下方咖啡豆单连结，观看我们推荐的好豆。以下开始这段影片重点内容。为了确保你喝的咖啡美味又新鲜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并确实采用。第1招，新鲜；第2招，风味；第3招，烘焙度。第1招，新鲜。新鲜咖啡豆定义：会因环温、湿度、包装方式、保存方法而有差异。以台湾的环境条件来说，烘焙完成后的2周内，咖啡豆存放在单向阀透气袋，并放置在室温的环境，都算是新鲜咖啡豆。烘焙过的咖啡豆是煮熟的食物，当然要新鲜。除了少数以长期保存为目的，而经过特殊处理的发酵食物外，绝大多数吃进身体里的食物都要讲求新鲜度。喝进嘴里的咖啡当然也不例外。咖啡豆是咖啡果实的种子，生豆就像是尚未料理的五谷杂粮一样，较容易保存。烘焙好的熟豆，好比烘焙过可直接食用的坚果，如核桃、花生、南瓜子等等，若是被保存在常温的环境，就容易产生油耗味。那么，为什么烘焙完成的咖啡豆不易保存呢？首先，愈高品质的阿拉比卡咖啡豆，其中内含的脂肪成分愈多，以愈美味。经过高温烘烤的咖啡豆，细胞壁被破坏，外壳脆裂，深藏咖啡豆里的内容物更容易接触到空气中的氧，而开始腐败走味。若你有关心过食用油的相关议题，就能理解不饱和脂肪酸成分占多数的油，对光、热、氧的耐受性差，所以高品质的橄榄油、亚麻仁油等都是使用不透光玻璃瓶封装，并且放在冰箱冷藏使用。最好的食用方式则是直接淋在食物上食用，而不饱和脂肪酸成分占多数的咖啡油当然也不例外。慢性病不是一天形成的。或许你会说，很多知名咖啡店、大卖场卖烘焙好多天，甚至好几个月的咖啡豆，不也是很多人买来喝，也没听说有送医急救的案例。其实，现代社会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慢性病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长期吃化学加工或不新鲜的食物所造成的。不新鲜的咖啡豆虽然没有引发急性疾病或立即致命的风险，长期服用绝对会影响健康。若你关心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，首要之务就是只喝新鲜咖啡豆冲煮的咖啡。那么，如何知道买到的咖啡豆是新鲜还是不新鲜呢？以下是有助于你购买新鲜咖啡豆的重点。重点1：店家经营方式。1、必须标示烘焙日期。虽然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豆走味速度不同，然而在浅焙的咖啡豆在常温环境放1个月，基本上就会走味，所以你需要注意包装袋上标示的是烘焙日期，而非保存日期。2、接单烘焙。咖啡豆一旦烘焙完成，就开始衰败、走味，接单才烘焙，较能确保咖啡豆的新鲜程度。重点2：观察咖啡豆。1、气味。新鲜的豆子只有香气，闻到油耗味就一定不是新鲜咖啡豆。2、外观。新鲜的深烘焙咖啡豆表面会有晶莹的油珠附着，若咖啡豆表面是雾面的油渍，即是不新鲜的咖啡豆。
浅烘焙咖啡豆较耐存放，而且烘焙后油脂并不会渗出到豆表。从外观难以察觉是否新鲜，只能以是否有油耗的气味判断是否新鲜。重点3：冲煮。新鲜咖啡豆磨粉后，不管手冲还是虹吸，冲煮时很容易看到膨胀或较厚的粉层。这个判断方式虽然是购入咖啡豆之后的确认，却有助于你了解店家是否诚信。综合上述，购买新鲜咖啡豆的要点如下：1. 最好从网络购买。连锁咖啡店不用说，即使是非连锁的自家烘焙店，因为必须先烘好咖啡豆，以应付随时上门买豆的客户，会有存放多天的库存是必然。2. 咖啡豆网购推荐。首先当然是选择标榜接单烘焙的店家，再来是先从较便宜的咖啡豆入手，了解店家的咖啡生豆采购能力以及烘焙水准后，再考虑购买高单价的咖啡豆。我们经常举办的小量30克到100克不等体验活动，就是为了让你以最省的价格品味我买精品咖啡豆。不想错过这方面活动讯息的朋友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链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。第2招，风味。咖啡千香万味，是人类世界中最复杂的天然饮品，经由我们的化繁为简，直接告诉你心得，让你不浪费钱，挑到适合自己的咖啡豆。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A 向来致力于订定咖啡语言，方便咖啡爱好者能彼此交流沟通，利益良善，努力亦值得赞赏。可惜的是内容过于繁复，不适合普罗大众流通使用。现在将学术派放一边，从实际经验出发，从以下几点着手，快速挑选自己喜爱的风味。先了解生豆处理方式。水洗豆最能去无存精，保证咖啡生豆品质一致的处理法。水洗处理过的生豆果酸明亮干净，较无杂味。日晒豆采摘完熟饱满的咖啡果实，进行日晒干燥再后置，此法得以完整保留果实内容物，带来低果酸度、厚实香气、甜味、口感等优质风味。蜜处理保留100%果胶。至于离地的棚架晒干再后置蜜处理过的咖啡豆，能完整保留咖啡果肉的甜美及香气，还有较水洗法厚重的口感。制刨豆提前刨除重壳，进行干燥程序，如此有助于快速缩短干燥时间，降低咖啡生豆发酵时产生的酸味，也造就了醇厚、木质、果香、仙草风味。风自豆长期暴露潮湿季风吹拂环境，咖啡豆色泽从深绿蜕变为稻谷的黄褐色，咖啡的果酸味几乎不见。风自豆有浓浓坚果与壳物味，喝起来茶感十足。其次选米茶风味。生豆处理方式与风味的关联性。若以相同的咖啡果实进行比较，花香强弱顺序：水洗豆、蜜处理、日晒豆、湿刨豆、风自豆；果香强弱顺序：日晒豆、蜜处理、湿刨豆、水洗豆、风自豆；酸度强弱顺序：水洗豆、蜜处理、日晒豆、湿刨豆、风自豆；甜度强弱顺序：日晒豆、蜜处理、湿刨豆、水洗豆、风自豆。最后再搭配烘焙程度。第3招。烘焙度。烘焙度的重要性。咖啡豆烘焙从第2波重烘焙到第3波浅烘焙，待咖啡浪潮更迭即始于迥异的烘焙程度，很难理解吗？其实不会，想想喝茶的经验。轻火烘焙清香，味淡，喉韵轻；中火烘焙香气飘逸，味甘，喉韵佳；重火烘焙香气沉稳，味甘，喉韵最佳。由浅到深不同烘焙度的茶叶，香气口感是不是相差极大呢？咖啡烘焙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烘焙度 vs 风味。浅到中焙加咖啡豆，浅焙香气十足，果酸味特强；中焙保留多数香气，明亮果酸；中焙加果酸，柔和甜。细谈浅到中焙加烘焙程度，因为细胞壁受损程度不大，且大多数的油脂保存于豆体的细胞壁里，碳化程度不深，因此保留了豆子本身的香味及酸味。及产区特殊的风土地域之味。精品咖啡豆经过优质烘焙处理，可以喝到诸如苹果、柠檬、橘子等的果香或果酸。细谈中深焙烘焙程度，因为细胞壁碳化咖啡油并出，因此增添醇厚的口感。中深焙会有较明显的坚果、焦糖、巧克力味。深焙咖啡豆则容易喝到木质、香料、烟熏等风味。中深焙牺牲多数酸香，增添焦糖反应带来的风味。焦糖、坚果、麦芽、
巧克力等香气比较明显。生贝口感醇厚，焦糖化过度让风味开始偏苦，因为较大火力烘焙，有明显的木质、烟熏气味。最后整理重点如下：一、咖啡豆一定要新鲜，因为存放久的咖啡豆，它的油耗味足以盖掉一切好味道。新鲜的定义，咖啡豆在单向透气袋内。至于室内阴凉的环境，依烘焙度程度不同，颜色愈深，能存放的时间愈短。中深焙烘焙完成后的2周内算新鲜，浅焙、中焙加咖啡豆，从烘焙完成后的1个月内算新鲜。挑选的方法最好是网购，并且只选择接单烘焙、有标示烘焙日期的店家。2、风味与烘焙度选择，若是喜爱花香、果酸，首选水洗豆，浅焙最好，再来依序是中焙加。喜爱果香，选择日晒豆或是蜜处理豆，浅焙最好，再来依序是中焙加。喜爱巧克力、坚果、麦芽风味，全豆款皆可，烘焙度选择中深焙。喜爱木质香气、不酸微苦风味，全豆款皆可，烘焙度选择深焙。咖啡豆推荐不酸，风字豆无论焙度皆不酸。吃刨豆搭配中深焙等较深焙度，则是低酸或不酸。纯粹以烘焙程度来说，中深焙或深焙程度的咖啡豆通常低酸或不酸。以上2重点务必牢记。若是喜欢 Aroma 精品咖啡干货满满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关注，也欢迎分享给至亲好友，一同探索美味咖啡世界。